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身上摘不掉的标签，又岂只是农村娃？近日，赵丽颖、王威、罗晋出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定档6月29日，不少人都表示非常期待。加上赵丽颖这种农村生活题材的剧不多，印象中上次看到还是在电视剧《金婚》里，梳着2条麻花辫，一脸稚气，穿着花衬衫，活脱脱一个小村姑，可以说是赵丽颖的本色出演了。这一次《幸福到万家》也是一部农村生活剧，时隔10多年，赵丽颖已经从娱乐圈小透明变成了超一线女星，咖位的变化，演技的成熟，加上导演郑晓龙的金字招牌，已经有人说这是妥妥的年度爆款定制了。电视剧还没播出，暂时不做评价。我想说说赵丽颖这么多年都摘不掉的标签之一——农村娃。赵丽颖是正宗农村出生的，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在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下，中专毕业的赵丽颖似乎永远没办法成为光宗耀祖的那号人了。长相漂亮的赵丽颖，在19岁那年参加一次选秀，成为冯小刚组的冠军，获得了一次和范伟拍广告的机会。这个广告并没有引起什么水花，还是没什么人认识赵丽颖。不过我相信，就是这个广告给了赵丽颖信心。就像我们偶尔在头条能写出一个展现10万的爆款文章一样，心情是非常激动的。一脚踏入娱乐圈的农村娃，没有背景，没有人脉，没有资源，没有学历，没有演技，甚至不算顶漂亮，一个真正的6无人员。说白了，在娱乐圈混的人，又有几个不是为了赚钱，单纯只是为了实现自己表演的梦想呢？赵丽颖也是有野心的，她跑了5年龙套，跑龙套的活不是人干的，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无视一个跑龙套的小透明。据说赵丽颖有一次跑龙套，被绑在一棵树上，其实她的戏份已经演完了，导演和工作人员就把她忘了。赵丽颖就这样被绑了3个小时，才有人记起这个小透明龙套演员的存在。这种被无视的日子，赵丽颖过了5年。24岁那年，她迎来了事业的转机，新版《还珠格格》这部剧演得尬出天际，也让同组的演员都被骂出天际，只有赵丽颖置身事外。巧笑嫣然，明眸皓齿，机智多才，善良可爱，一个这样完美的角色情儿，让赵丽颖大放异彩。可以说整个新版《还珠格格》就赵丽颖受到的争议最少，她有点红了。在娱乐圈，没有人不想红，如果有人说不想红，那绝对是假话。红了不仅可以提升收入，而且可以挑选剧本。小演员肯定没有这些选择，连 Twins 这种级别的阿 sa 都坦言自己就是想红，什么东西对他来说都不重要，红了干嘛呢？想挣很多钱。之后的赵丽颖就像升级打怪，每部戏都非常拼命。娱乐圈拼命的女演员少吗？太多了，比如郭珍妮，据说她一整年都泡在横店，可她红了吗？并没有。所以赵丽颖背后没有资本，没有流量的扶持，应该不可能。当然，之后的赵丽颖真的成了当红炸子鸡，拍什么爆什么。当然，很多人认为她懂得适时的炒作，认为她的爆红也和她的绯闻分不开，比如和高子淇，比如和陈晓，比如陆贞传奇让她爆红。虽然陆贞在历史上是个大恶人，可架不住赵丽颖群众基础强大，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以为陆贞是个大好人。比如花千骨让她红得发紫。这部剧里，很多人都评价赵丽颖演技炸裂，同时代的演员里，她可能演技炸裂，可和老戏骨相比呢？当然，她还演过偶像剧《杉杉来了》，古装偶像剧戏点鸳鸯错点鸳鸯。说实话，这几部偶像剧真的有点看不下去。赵丽颖演技还算在线，只是看着让人觉得很尴尬，
毕竟台词有点雷人了。之后，赵丽颖拍了《楚乔传》，绝对的女一号，就是这部剧，赵丽颖成了别人口中的拼命三娘，每个打戏都亲自上场，不喊苦不喊累，让导演和同组演员都佩服。可就像有些网友说的，拿着几千万片酬，别说让她夏天穿棉衣演戏，哪怕要她冬天裸泳也愿意。所以赵丽颖的敬业精神比那些娱乐圈的数字小姐好很多，但敬业是对一个演员的基本要求，所以这个不应该成为一个优点，这只是一个标准。之后的赵丽颖结婚了，结了又离了，据说是因为冯绍峰家看不起农村出生的赵丽颖，嫌弃她没文化。中专毕业的赵丽颖算是没文化吗？严格来说，其实也算。毕竟现在大学生太多了，研究生也太多了，中专真的不够看。可能还有深层次的没文化，就是没怎么看过书，见过世面。的确，每天忙着拍戏，忙着工作，也许赵丽颖真的没时间去看书，或者忙别的。离婚后，赵丽颖状态不错，拍摄的电视剧未播先火，妥妥的超一线。一个农村娃拼到娱乐圈一线，成功上位。这中间，赵丽颖身上有了太多的标签，比如农村娃，比如拼命三娘，比如黑料女王，比如情商低的赵小刀，比如土鳖，又比如她那太过蹩脚的英语。不过，不管英语如何差，不管她强势也好，土鳖也好，绯闻上位也好，她成功了。人生不就是追求成功吗？所以没有什么对与错，也没有什么是与非。如果可以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目标，然后去死磕，天时地利加上我们去努力争取的人和。也许哪天，我们也能像赵丽颖一样，挣钱挣名挣利，然后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。希望赵丽颖新剧大火，毕竟努力就不应该被埋没，不是吗？幸福到万家还未开播，郑晓龙导演更是毫不避讳对赵丽颖的欣赏。幸福到万家官宣定档，打了不少人个措手不及。这部剧是2022年郑晓龙导演的力推之作，入行20多年，其实郑导的作品并不算太多，可每部都看成绩精品。金婚风玉情、甄嬛传、芈月传以及红高粱等等，只要出自他的手笔，必定口碑爆棚，掀起一阵追剧狂潮。幸福到万家是郑晓龙与赵东灵二搭的作品，二人曾共同创作了剧版《红高粱》，男女主角配角全都入围白玉兰大奖，更是一手将周迅捧上了视后的宝座。豆瓣高达 8.6 的警察荣誉，正是由赵东灵编创，平平无奇的小事描绘的生动形象，一群性格迥异的小人物变成了电视剧的主角，搞笑中略带心酸。如此雄厚的制作班底，让观众对幸福到万家的期待值直线飙升。加上85后实力派小花赵丽颖加盟，这部戏确实看点满满。郑晓龙导演更是毫不避讳对赵丽颖的欣赏，不出意料直接在热搜词条中亮相了，而且只夸了赵丽颖，彻底丢掉形象包袱，实力演绎农村儿媳的逆袭蜕变。郑晓龙导演之所以能做到圈内圈外有口皆碑，主要是他对作品有极其严格的要求，选角也非常谨慎。能与他合作的演员都是实力派，比如孙俪、周迅、胡军、蒋雯丽、姜文、何冰还有吴越等等中年演员，所以这回赵丽颖作为主演登场，让粉丝激动不已。从官方发布的几个预告来看，赵丽颖这次可算是豁出去了，她完全不顾形象包袱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村姑，而且是泼辣带刺的。嫁到万家村的第一天，因为婚闹为妹妹出头，踹门而入，拎起小板凳照脑袋就砸了下去，就这样与村支书结下了梁子。婆家窝囊软弱，可和幸福作为儿媳妇，必须凡事都要讲理，不能受欺负。村里要建污水处理厂，恰好要征用婆家的耕地，在重重压力下，婆家人不得不妥协。可和幸福不是好欺负的。
为啥争我家不争别人家？问不明白就对簿公堂。没想到这场官司还真打赢了，成功获得了补偿。村支书的儿子还是对妹妹死缠烂打，连丈夫都敢怒不敢言。何幸福直言不讳，被打也是活该，你敢动我妹妹试试？当然，何幸福虽然脾气不小，却非常能吃苦。为了防止家人受到连累，与丈夫来到城市打工。她从清洁工做起，把乱七八糟的事务所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同时不忘初心，不断学习进取。在她身上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，无论经历什么挫折难题都不气馁，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的理想。赵丽颖在诠释何幸福这个角色时非常自然，服化到没有刻意扮丑，迎面而来的就是真切的朴实。赵丽颖的表现也没有任何架子，仿佛何幸福就是她自己。对于85后小花来说，能够出演此类角色需要不小的勇气，尤其是在内卷的现状下，不少人担心自己被定型，甚至还有人仍然沉浸在古偶圈中。赵丽颖的突破有点让人惊喜，16年成为演技扛把子，这个不简单的漂亮演员转型成功了。赵丽颖已经有16年戏龄了，当别人还在担心岁月的痕迹时，她把年龄和经历当资本，从可爱甜美华丽变身成了独有风韵的成熟女人。郑晓龙导演赞不绝口，虽然赵丽颖拍的大部分为古装大剧，可她不是个简单的漂亮演员，就算是虚拟人物也会努力去靠近角色本身。曾经芒果台暑期的最爱《还珠格格》翻拍后，角色都是由琼瑶精心挑选，可赵丽颖饰演的晴儿却脱颖而出，呼声甚至超过了主角。2013年的《陆贞传奇》让她名声大噪，收视率平均破2，全程同时段第一，甚至一路火到了海外。妻子的秘密平均收视率破1，几年间在湖南台轮番上星，就算是白天时段数据也非常能打。姗姗来了一部偶像剧增上星6大卫视，不仅斩获收视冠军，还让赵丽颖成为了万众瞩目的金鹰女神。花千骨、老九门、青云志还有楚乔传等等作品全都火爆一时，全方位数据一骑绝尘，成为同档中最为亮眼的存在。无论是现代还是古装，赵丽颖都能完美拿捏。直到正午阳光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出世，赵丽颖终于推开了转型的大门。在一众老戏骨中，赵丽颖的表现毫不逊色，她把明兰隐藏锋芒、忍辱负重还有4两拨千斤、不服命运摆布、坚韧不拔的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。她的演技真的在观众面前拥有了姓名。无论是偶像剧还是都市或家庭剧，赵丽颖选的角色并不是完全的傻白甜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，而且共同点就是真实、倔强。从最开始的可爱灵动到后面逐渐成熟，再到幸福到万家中的何幸福，赵丽颖没有待在舒适圈中，而是不断尝试，而且不顾形象，只做到完全贴合人物。也难怪新剧还没开播，郑晓龙就能够在采访中点评赵丽颖，看来也是觉得何幸福与赵丽颖适配度比较高。不管怎么说，幸福到万家29日就要与大家见面了，这次郑导能否再创辉煌，成为年度口碑好作？赵丽颖又能否凭此剧拿下人生中第一个白玉兰大奖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有匪，谢允的心里有一片荒原。读过有匪的人，对谢允的印象应该都是一身绝顶轻功和3寸不烂之舌，鬼灵精怪惹人爱吧。然而，我在这个人身上读到更多的是绝望和孤独。荒原无边无际，却寸草不生，毫无生机，正如他的心境。谢允是旧朝懿德太子遗孤，幼年逢乱世政变，遭国破家亡之变故，饶他侥幸，被一个小太监护送南下，保住了一条小命。小太监对旧皇朝忠心耿耿，日日在他耳边念叨一些报仇复国之类的话。幼年谢允心也贪玩，听不进教导，小太监为表忠心，自亡。此后，
小皇孙发愤图强，苦练武技，希望有朝一日能为小太监了却夙愿。少年谢允练就一身高强本领，满怀一腔热血，远赴前线，为救皇朝出征打战，却遭他皇叔在背后暗算，身中剧毒透骨清，余下的生命只能靠着别人给他输送的强大内力压制住剧毒，再也无法使用内功，行走江湖只能靠轻功逃跑苟活，写小曲卖钱为生。寒鸦声是他写的一段小曲，也是他的亲身经历。有一个男人，乃流民之后，年幼时外族入侵，故乡沦陷，迫不得已四处颠沛流离，因缘际会拜入一个老道门下，学得了一身刀枪不入的大本领，便怀着兴复河山的心从了军。这位英才文武双全，上阵杀敌，果然英勇双全，很快便在军中崭露头角，官拜参军。参军接连打了几场胜仗，受到了将军的赏识，将他叫到身边，如此这般的表彰一遍。参军备受感动，涕泪齐下，跪在地上痛陈自己的身世与愿景。将军听罢抚膺长叹，给他升官1级，令他埋伏途中攻打敌军精锐，一旦成功，便能夺回数座城池。将军答应给前锋请出手功。参军为报将军知遇之恩，自然肝脑涂的埋伏3日，等来敌手，却谁知他们只是诱饵。那将军忌惮参军军功，唯恐其将自己取而代之，便以这3000人性命为筹码，诱敌前来。一石二鸟，攘内安外，参军死到临头，却忽然见天边飞来群鸦，方才知道是师父派来救他性命，遂舍弃功名盔甲，随群鸦而去，出家去也。双引号，遂舍弃功名盔甲，随群鸦而去，出家去也。满腔热血，一身本领，终成了空。绝望之下，无奈之选，何其悲凉！混迹江湖中，有吃有喝能坐着，天下无不可去之处，成了他的人生处事态度。乍一听，多么豁达乐观！再一品，呵，有吃有喝，没死就好。一个武功尽失的废人，哪敢还有什么其他奢望？收养他的同名大师曾问他：“原来你早知道梁公墓所在，为何从未提起过？”他手中有大量药骨遗物，万一有透骨清的解决之道呢？双引号，谢云只是笑笑，我那时觉得当个废人也挺好，没料到还会有动用推云掌的一天。双引号，是真的觉得当个废人也挺好吗？一个正常人怎么会觉得当个废人也挺好？只是亲身经受旧岁月搓磨打击后，为了避免再次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，不敢有奢望了吧？没有奢望，就没有失望和痛苦，把一切归结于求不得、留不住，或许能让他沉沦得心安理得些。他看着周斐，认为他年少而无知，不是无知数子的无知，是无知苦痛的无知。他未曾受过岁月的搓磨，未曾在午夜时分被回不去的旧年月惊醒过。他也未曾怀疑过，他不知道很多自己相信且期冀的东西，其实都只是无法抵达的镜花水月。凡人一生到头，爱恨俱是匆匆，到头来剩下的不过求不得、留不住6字而已。求不得、留不住，于是不再求，不再留，孑然一身，凭一身随时都能拔腿就跑的轻功独行江湖，来去无牵挂，看似潇潇洒洒、自由自在，实则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绝对孤独的境地，不渡他人，也不求人渡他。旧朝忠臣白先生文将军对他毕恭毕敬，口称端王。他的堂弟赵明琛心思深重，唯独愿与他亲近，一口一个三哥的叫唤，他却避他们如蛇蝎。与一般的霓裳夫人与他相识多年，将他写的小曲传唱天下，约莫能算他的深交了。可他每次去见霓裳夫人，都要打扮成一个白胡子老头形象，生怕自己的身份被泄露，与人扯上什么不必要的干系。看到周斐与48寨共进退，不惜要以身犯险闯入敌军阵营时，他冷冷地质问他：“阿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夫妻本是同林鸟？
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有没有听说过一子而嗣的故事？父母、子女、兄弟、夫妻、师长、朋友这些不亲近吗？可是亲近又怎样？难道就能掏心掏肺了吗？双引号，看，这就是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。天下有脑之人皆可疑，可信可亲之人寥寥无几。如此绝对无望和孤独的心，仿佛一片荒原，毫无生机，寸草不生。幸运的是，谢允在四处漂泊的路上遇到了愣头愣脑、满腔热血的周斐。当年北斗围山时，周斐凭着一颗侠肝义胆，将他从那逼仄狭小的山中的牢里救出来。此后又同他一起卷入腥风血雨的江湖里。大敌当前，周斐从不退避，刀尖永远向前。从一个不被人放在眼里的小丫头，闯成一代男刀大侠，也成了他心中的天下第一。周斐的出现，让他体会到人世间最为本真的情、义、勇、善，使得他冰冷荒芜的内心开始有了信赖和牵绊。看见周斐遇险，他不惜豁出性命，冲破压制他身上剧毒的内力，使出绝学推云掌，救了他一命，也让自己彻彻底底地摆脱了废人的束缚，当了一回敢争敢斗的英雄。再后来，深谢允上剧毒发作，3年时间都在昏迷中度过。趁着偶尔清醒时，他给周斐打造了一把宝刀，取名熹微，寓意是行将破晓。纵使天色暗淡，又有什么好恨的？这时候的谢允真正释怀了，生命走至尽头，他爱过拼过，无怨无悔了。最后的生死关头，作者大发慈悲，让周斐为他觅得了起死回生的解药，为他的余生安排了一个和爱人相依相伴、肆意江湖的美好结局。而我们不是小说里的主角，没有作者大大特意为我们披上外挂，赠予我们那么多可以逢凶化吉的奇迹时刻。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，唯愿我们在身处绝境时，不要沉沦太深，放任内心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原，尽力自渡，尽力寻找生命中属于你的周斐。